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最近最热的议题哦，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了不同的来宾，从不同角度观点在谈的，当然就是我们提到这个中共在19届六中全会哦提出了第3份历史的决议哦。这份决议当然对于国际都很关注，更不用讲，台湾也应该要细看一下这份决议到底对于台湾未来的一些有关我们觉得这两岸的一些走向有没有一些关键的内容可以抽丝剥茧，让我们明了，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哦。那要谈论这样的议题，当然我们要请到我们的这个重量级的评论员，我们请到这个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我们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我们欢迎明老师。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第3份历史决议其实很多人大家觉得历史决议这到底有什么重要，这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但从我们字义上谈到，这是关于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哇，那只等于是要去定义一些事情哦。所以在整个中共整个这个我们看到建国史上，也不过这是第3份，那显然它有一定的一个重要性哦，值得我们来谈论。那当然了，大家谈到历史决议既然是这么样的重要，大家就很好奇说那第1份第2份到底谈了什么？我觉得这部分可能可以让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所以我想今天也借由明老师来帮我们来做一下导引好好来认识一下这3份的决议文。那老师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分享前2份的状况？好，那第3份就是他当时承继前2份了，也就是说中共建党100年了，现在出了3份历史决议，所以你想它分量呢，可想而知。第1份呢是在1945年出来的，1945年什么时候呢？对日抗战差不多要结束了，已经看见那个尾声了，所以他们觉得说情势差不多。当然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中共的党，那这历史学基本上是中共党内的领导人对党内同志想说我们怎么看过去，怎么看未来。简单说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说1945年呢？第一，看见这抗战快打完了；第二呢，看见这个党内的这斗争呢告个段落。这话什么意思呢？简单说，中共不是就逃到延安吗？我们不说这个，他说长征逃到延安吗？逃到延安之后呢，花了一段功夫呢去慢慢整理，花了几年功夫整理。到了1942年左右，那个毛泽东在延安呢发动一场叫做整风运动，叫整顿党的工作风气，整风运动。特别针对党的高干去整风，名为整顿风气，那实质上呢就是斗争一些人，也就是把不顺眼的斗掉，然后把我这个跟我亲近慢慢拉过来。延安整风完了之后，当然整风其实坦白讲，每一次这种整人的东西通常都宁左勿右，所以通常会扩大化。它的目的就是要扩大化。为什么？大家说规规矩矩整完不就好了？不是。因为它形成肃杀的风气，是形成肃杀风气的，大家才会怕我，才会听我哈。那么风气一旦形成之后呢，1943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正式当选政治局主席，那么真正登上高位。所以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整风呢还和风细雨进行下去；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回顾党史。我们对于这个建党呢，从1921年建党到1945，现在20多年来呢，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到这个路怎么走过来的。简单说就是毛泽东认为过去走了很多错路，我们要把这些错路呢揪出来指给大家看说错在哪里，然后还要说呢谁犯的错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谁现在还在党里面跟那些错的路线跟错人走过一段路的，我们把它指出来。所以这个就讲，这其实是整风的延续。那么这样一做出来之后呢，那我刚讲到肃杀气氛形成，大家就怕了，所以毛泽东的权威呢就成立了。所以刚刚讲说，你刚刚读了那什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当时这样出来的。那检讨了哪些人呢？譬如说过去党史当中，像王明啦、周恩来啦、陈毅啦、彭德怀这些人，后来有的当总理，有的当大将军，有的当元帅呢，有的后来就逃走了等等。所以针对不同的人、不同时段的领导人所犯的不同的错误一一指出来，然后告诉他说：“你看，我们共产党能撑到今天，而且逐步壮大呢。我毛泽东厉害，我毛泽东的路线是对的，然后我的方向是对的，我感觉是对的，所以我带你们走成这样子。好，所以你们不要再犯错了，然后不要跟着错误人走。那批判了什么这个
陈独秀就第一任党主席啊，右倾机会，瞿秋白跟李义山左倾盲动，王明的教条主义什么的，不是都批完了。批完之后呢，毛泽东确定了，确定之后就是我毛泽东要指出未来要怎么走，这是第一份历史决议。第二份历史决议呢是1981年提出来的，那谁主动推的呢？邓小平推的。那为什么邓小平会推这份决议呢？距离上一份决议1945年到1981年36年过去了，然后中间还有几年的内战，也就中共建党是1949年，49到81年呢走了32年，这32年我们走过来的，同样的有哪些错，然后谁犯的？那简单说就是他们得回顾至少1945年打了胜仗，这个二对日抗战完成，然后1949年打了胜仗，开始建国，建国以来，那么我们怎么走过来的？所以当然建国了嘛，然后这个战争胜利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好事情可以讲。但是回头看过去，为什么写这份决议呢？因为毛泽东跟四人帮乃至现在刚刚被我推翻的华国锋呢，犯过错误。我得把他们错误指出来，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好事情，但是呢，毛泽东犯过错，譬如说大跃进他犯过错，人民公社犯错，文化大革命犯错，这没话讲了大家都同意。然后把这错误都指正出来之后特别讲文化大革命他们讲是10年，1966到1976，其实不是。连头带尾，毛泽东发动文革是1965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所以连头带尾应该是12年，但通称10年。好，党和国家跟人民遭受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跟损失。好，那这个就是大概总结了前面。然后呢，这个后面几年是怎么回事呢？后面几年我们出现伟大的转折，这转折什么呢？我们把华国锋弄下去了。因为华国锋还跟着毛泽东乃至四人帮呢走了一小段错误的路，幸好被我们发现。那我是谁呢？我是邓小平。有没有讲得很大声？没有，但我提了一下，我发现了，然后提醒大家，我们看着错误之后，我们怎么把它改掉。所以文化大革命呢，当时是已经敲钉转角了，错了。怎么错呢？他这样讲由领导者就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反动集团所利用，反动集团是什么人呢？林彪集团跟四人帮集团，给党和国家跟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所以定性了文革是内乱了，是严重错误然后毛应该为这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但是呢，毛泽东还是伟大的，也就是3七开了。他这个伟大的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然后又是战略家、理论家。虽然晚年犯了错误，但他一生看过来呢，攻击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好，所以这样等于告诉大家说，我们怎么看过去历史。定了位之后呢，我们再说好，那下个阶段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就不能再搞那种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我们要转进哪里呢？转进生产，也就是用中共的理论来说，我们现在是生产开始落后了，跟社会需求之间产生了矛盾等等，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矛盾解决。那么这样子呢，也就为邓小平说我要开展改革开放什么呢，给了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基础。所以第一份呢，我们刚刚讲了，大概是总结了毛泽东真正掌权以前，共产党犯了错误。那现在在毛泽东执掌之下呢，党慢慢走对道路，这第一份。第二份呢，就邓小平呢帮自己评功摆好。所以明白了前2份之后，我们大概心里有谱了。第3份要干什么事情？就是要歌颂一下习近平的丰功伟业其实从这个篇幅里面看到，对于江泽民、胡锦涛这些的部分，大概就一段来简单的介绍。对于习近平呢，用了3段的部分歌颂他9年里面的功绩。有人说这目的当然就是为了明年20大他破格就改变了制度，要继续连任，作为舍习取谁就是一定非他不可就是一定要这个由习来作为一个重要担任。所以从这个部分蛮特别，是他当然也没有特别去否定前2份，因为看起来有些时候还会重新再来检视对或不对老师你怎么看待第3份的这些历史决议文呢？当然这份大家谈了很多但即便如此呢，我还是看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大家看见的第一点就是把习近平呢提到一个党内至尊的位置上，这个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来。第一就是你刚刚说的3万多字呢，基本上自吹自擂，讲说中国人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话就出来了。中共过去呢自吹自擂说我们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一直这样讲。但是刚刚在这个第2份的那个历史决议当中呢，讲党是伟大、光荣的。没有说正确，为什么？因为文革犯过错，所以伟大光荣，那正确就不讲了。等到改革开放几年了，大家生活慢慢变好了，共产党又开始讲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那所以中共现在呢又言行的时候话一路讲下来，我们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好，这第一个。第二，我们为什么伟大光荣正确呢？因为我们走对了道路。我们上次不是讲过说这个4个自信吗？我们对我们走的道路自信，我们对我们的理论自信，我们对我们的制度，这政治制度跟经济制度自信，然后我们对文化自信。应该这样说哈，道路跟理论跟制度是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他们认准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觉得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列主义才能救国，才能救中国，所以这条路是对的。可是过去我们也讲过，如果1949年之后中国走的不是马列主义，走的是三民主义的话，那今天台湾的成就应该是中国的最低标准、最低成就。我们讲过这个事情。和今天中国大陆坦白说，很多地方远远赶不上台湾。你说军事比我们强，好，那我们认了。经济呢？你说经济很大，现在世界第2大国，你用总量是不准确，为什么？因为你人口多。你如果用等比例来算算看，台湾的人口是大陆的1/60，你等比例看，但台湾的人口压力是大陆4倍半。是不是这样？你如果这样算的话，大陆成就就远远不能看了。大陆的人均所得像号称1万美元，台湾是2万5。那如果说台湾人口压力是大陆4倍半的话，那我们要怎么算？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伟大光荣正确怎么说呢？说不过去。他们说道路正确，我一直在讲，我说你们真的是走错路了。如果当时走的是三民主义道路，甚至是资本主义道路的话，今天会好得多的，绝对不是如此。所以第一，我们认为道路是错的，但他们必须要强调道路是对的，否则今天他就活不下来。所以既然道路是对的，那它发展出来的理论是对的，所以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的制度是对的。文化坦白说，他们没有资格讲的话，他们并没有继承中华文化当中的好的部分。中国文化当中好的部分，我们讲的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敬天畏祖，然后的道德醇厚。今天呢，他们怎么数呢？数不上。他们是继承了中华文化里面比较坏的那个部分，坦白说，所以搞到人际关系非常紧张、非常恶劣，道德下滑，这些将来我们机会再慢慢数。好，那么这是4个自信。第3呢，他们讲说这里面有3个很了不起的人，第一个是毛泽东，这不用讲了；第2是邓小平，第3个就是我习近平了。那你说另外2位有没有提到？提到了。所以提到了这个江泽民的3个代表，提到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那有人说他原来不准备提原来只准备提说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就是我了。那现在为什么提这2个呢？简单说，第一，这2个人活着；第二，这2个人呢，在党内呢，胡锦涛我不确定，至少江泽民在党内势力还相当强大，强大到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人民日报跟新华网呢还讲说，这次这个草案推出来之后，在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然后往往一个人话还没讲完，还没做下去，第2人又举手发言呢。中国过去没有这样描述的，所以他虽然描述是一个讨论的热烈，但我们看见什么？争辩的热烈。中国党内过去不会这样子，因为你会这样的，通常是什么？我非常不同意这种看法。然后他们说出来之后，代表们还三三两两在聚在那里，在热烈讨论，表示说有很多很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也看出来，通常这种东西呢，开完会之后，很快公报发出来，其他相关文件都发出来。这次呢，隔了4、5天才发。然后他们自己说修正了很多地方，为什么？原来版本大家不满意嘛，大家有很多意见，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意的地方，所以才会这样。所以不同的地方，将来我们还慢慢读，我们还去慢慢找。那现在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你说的吹嘘习近平。怎么吹嘘？我们等一下再说。我先说怎么讲习近平的贡献。讲习近平部分用了2000多字啊，我们等一下再说给各位听，分成12个方面去讲。
第一呢，党的强化，然后再来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政治建设、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国防军队、维护国安、一国两制跟外交成就，从12个方面告诉大家说，我过去干得很好。好，那怎么个好法呢？我们再数一下哈。我们有的时候这些，因为中共的讯息很封闭，所以你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呢，去蛛丝马迹去窥探它，去抽丝剥茧去看它。我们看到什么呢？在前面的公报当中呢，提毛泽东呢提了7次，提邓小平提了5次，江泽民提1次，胡锦涛提1次，好，习近平提了几次？16次。什么叫16次呢？把前面4个人加起来比他少。这第一个提名字次数，然后中间的华国锋没有谈，没有提到，胡耀邦没有提，赵紫阳没有提。那么也就是说，你们真的是在抹杀历史。照理说，你属党史的话，这些人必须提出来，功过都应该讲清楚，但这没有提，所以抹杀历史。再来，我们看篇幅次数，你刚刚讲说习近平讲了2000多字，对哈？我们来看一下毛泽东，因为他不是分四大块吗？一个是建国之前嘛，建国之后毛泽东第一段嘛，再来邓小平一段，再来是邓江湖这一段，再来是习这一段嘛。好，毛泽东有2段，第一段是900多字，第二段300多字，所以加起来1300字左右。江泽民用了一段话264个字，胡锦涛一段话用了217个字，习近平用了刚刚讲了一大段话，但12个小节，一共是2000多字。所以他加起来比他们全部都要多，厉害吧？你说这个吹捧自尊的什么等等，这个实在难以想象。但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还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它里面有段话，他说，习近平思想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以香港有非常锋利人看出来说，这种提法呢，把习近平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呢，提毛泽东这样提过，提邓小平呢轻轻提过，就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因为毛泽东毕竟在理论上是有建树的，邓小平理论上没什么建树，邓小平是实践上有所建树，对中国来说。但他现在说习近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把这个习近平推到为今天在全世界要讲马克思，那就是习近平了。这个不得了了，这基本上就前有古人，但今天就是他了。所以这种提法呢，比方说他将来还有东西要做，我们将来会再谈。然后你说他没有批评人吗？其实有。你如果说不仔细读过去，你是觉得没有，但你仔细读他有啊。读在哪里呢？请各位看到，在公报当中就讲了，他说他们一改，就是他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一改一段时间以来党的领导淡化、弱化、虚化、边缘化4化啊。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那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党的领导虚化了，然后党开始腐败了，然后党的纪律也不行了，有些党员阳奉阴违了，所以这个拉帮结派了，什么搞团团伙，所以这东西怎么来的呢？前面有人犯错嘛，对不对？对，前面有人犯错才会这样子。那谁犯错呢？他没有名字，但是我们可以读得出来。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不搞阶级斗争，追求富裕，固然是吻合人性快速发展，但副作用是什么？道德下滑嘛，贪腐开始了嘛，所以后来才慢慢酿成了86的学潮跟89的学运呢。86学潮的时候，当时安徽合肥的这个科技大学老板这个学生已经出来讲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这5句口号一出来，震动中南海啊！中南海觉得是这还得了，所以把胡耀邦斗下去了。所以把胡耀邦斗下去，表示说党内至少有人对有人错吧。好，然后再来赵紫阳也下去，为什么？天安门事件，所以党内有人对有人错吧。这东西你都能算到胡的头上，都能算到赵的头上，还是你多多少少要算到邓的头上？这第一块。第二块，江泽民执政的时候闷声发大财，官员贪腐呢，从那时候大幅开始，而且那个时候经济开始好转，大家有钱可以贪了，之前是没有钱可以贪。胡锦涛上台之后呢，当了儿皇帝，所以很多事情呢有心无力，做不到那里，所以最后就是党的领导被放松了。所以翻来覆去，习近平真的想讲谁？他真的想讲的就是
邓小平有错，胡锦涛是无能为力，但是错呢，错在江泽民。他真的想讲这话，但能不能大指呢？不能大指。为什么？第一，江还活着；第二，江的派系人呢实力依然雄厚。不是说了吗？在会场上面、会场外面，大家还在议论纷纷嘛。议论纷纷就是有不同的意见嘛。那不同意见是什么？就是你说的东西不对，我们不爱听，或者我们反对嘛，就这意思。所以他其实是不点名的批评了两个人呢，重重批评了江泽民。那么习近平，所以他要纠正东西，怎么纠正呢？我就加强党建，就党的建设啊，加强党建。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来逐渐收紧，这个决议也好，或者这个公报也好，他说的他解释就是，我习近平上台之后，为什么突然之间又收紧了整个发展的方向？所以这个公报呢，它要表达的真正的意思。这个从公报里面当然很关注，尤其台湾的朋友在关注，就是对台的部分哦，大体就是老调啦，就是说这个坚持这个9·2共识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之类的一些说话的话词啊。那刚刚也提到过，其实对于一些重要重大的事情的界定。如果你没有细看，可能不会太清楚。那比方香港议题，他还是有提到的部分，有点暗示说，好像有点拨乱反正那种味道，说，我还要当做做这个手段，看起来香港是慢慢渐入佳境这样的感觉。有人就说，这是不是在暗示这是一个好方法？未来其实对台湾也应该用这样的方法。以前顾虑太多，国际社会其实不会声援来叫一叫。不要说我们中国纸老虎，西方社会可能也是纸老虎之类的哦。那刚刚提到了，这很重要，这一旦形成大家的共识方向，自然就会产生未来的政策方向的指引哦。所以台湾不能不小心哦。但有人说没有啦，这部分当然这样子喊话，表示还是看起来稍微和善，这个也可能可以从未来攻击绕台次数会不会减低，是不是它的政策方向会有改变？可以来了解一下，但会吗？这部分老师又怎么看待对台湾的部分呢？我先回应你刚刚说香港的部分啊，香港部分呢，他们话叫做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之后，香港情势呢由乱而治。这跟我们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第一个，坦白说，你把香港问题拿到国际上去问，绝大多数国家会告诉你说，香港是由治而乱，对不对？对，而不是由反了，讲反了。那为什么他讲反了？从他的角度来说，什么叫由乱而治？香港原来我没有办法完全掌控，现在我完全掌控了，叫由乱而治，这中共的认知。所以台湾现在有人还在想说一国两制台湾版或一国两制2.0版，别开玩笑了，香港就是你的例子，或者新疆就是你的例子。将来香港现在日子还好，还算可以过，我当然不是说好过，还可以过。为什么？第一，国际的投资什么都还在那里，很多经济活动还靠香港，所以还不敢把香港完全搞乱，这第一点。第二点，多少还要摆出一个一国两制样子给台湾看，让台湾这些想不清楚的人还在想说一国两制台湾版，所以他还留着那个样本在那里。一旦如果真的台湾被拿走的话，香港日子绝对是江河日下，台湾日子也绝对江河日下。第一呢，大杀人一定会出现；第二呢，大逮捕、大关押一定出现；第三呢，一定是大移民，绝对是大移民，是数以百万计甚至上千万的大移民，移到你台湾人就根本看不见为止，一定是这样的。所以香港呢是一个台湾很好的镜子，大家得仔细想想。而如果我们认为的香港是由治而乱，而中共说是由乱而治的话，这倒是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指标。所以你刚刚说台湾问题会不会降温？不会降温，但会起伏。所以起伏就是有的时候军机来少了，然后中队对台湾呢眉开眼笑了，但有的时候呢又怒目而视，然后军机或军舰什么又来多了。简单说，他们军机军舰来台湾不是完全针对台湾的，有的时候是针对美国的。那台湾有些朋友说那美国不来就好了。好，我跟你讲过，如果中共的飞机一天到晚来，美国都不来，30天或60天之后，你觉得会怎么样？你觉得会怎么样？你觉得中共军舰就不来了吗？还中共就一举就来突破了，就来攻击了呢？你得仔细想想看。所以台湾很多朋友们不要被中共的话骗了，也不要被自己呢一厢情愿的话给骗了。所以台湾问题不会降温，会有起伏。为什么？我们过去一直讲，我们说
美中双方都拿台湾当筹码，所以既然这筹码这么好用的话，那么中共也要用，美国也要用，所以台湾问题变成中共跟美国斗争的重要焦点嘛。那你怎么会降温呢？必须说我才降温嘛。那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升温嘛。这次不是说了吗？你看升温升了半天，现在拜登来跟他开会了。我一直讲，我说中共拿台湾当筹码，台湾人就讲说啊，我们不要当筹码，可以啊。你让中共飞机不飞过来，不对台湾进行经济施压、经济封锁什么等等，那就不用台湾当筹码。你得想清楚这个事儿。所以香港问题我们再回来，他们讲说，因为外国想拿香港呢搞颜色革命，想搞它，这是你自己过滤了啦，这你自己过滤了。美国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你现在把香港搞到就是大家还真的要想想是不是要对你颜色革命了。所以台湾也是这样子。所以这样说的话，台湾将来的日子呢，应该这样说，我不是说起伏嘛，台湾人现在要准备，中共呢总会有一次对台湾要来硬的。那这个硬呢，大概规模呢，应该是第4次台海危机的大小。所以如果这样推算的话，虽然公报里面也好，或者决议文里面也好，对台湾问题讲得很轻，讲得很少，但是呢，习近平连任之后，台湾问题呢必须提上日程，否则他没办法说，那我凭什么干第3届或干第4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这么看的。当然，有人也说，他就是借由这些事情告诉你舍我其谁啊，就是我要继续啊，未完成的志业，我习近平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的，因为他就是照由这样的一个事哦，来让他取得连任的正当性哦。那当然啦，真的吗？真的习近平所有的部分都定于尊吗？有人说这个6中全会就是未来20大的前哨战，这个也有趣啦。明明他就是未来大家都认为就是他了，一定就他会连任了。但到底从哪里的这个风声，大家又认为说一定吗？不一定哦，这个真的很稳定吗？这显然大家对中国内部认为还是不是那么样的平稳平顺。老师是不是这样子呢？我同意这个看法，它不会很平顺。第一就是我们从刚刚的讨论呢，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份历史决议呢，反映了党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而这些不同意见不只是针对决议文字的本身，而是针对第一，我怎么理解过去；第二，我怎么看待你习近平最近的作为；第三呢，我怎么看待你习近平答应我们将来干什么事儿。所以3个部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对过去就算现在有了共识，那只是很勉强的。所以这意思说，反习派第一依然存在。第二，依然强大，否则没有理由拖个好几天，这个决议文才出来。这第一个。第二，那你刚刚说他用武统台湾呢作为他连任的理由，那有可能，因为你不能说啊，因为过去我都干得很好，所以将来我再干。大家说，可是你坏了规矩啊，因为第2份决议，我们刚刚讲第2份决议，第2份决议批评毛泽东的核心那句话呢，我们刚刚没有提，就是反对个人崇拜。为什么文革会搞起来呢？中共党内痛定思痛说，因为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过头了，所以才搞出了文革。所以文革重要教训就是我们绝对不要个人崇拜。那刚刚习近平那一大堆东西，不就要搞个人崇拜吗？我名字提了16次，我的文字用了2000多字，然后一共用了12段话来吹嘘我，就讲说我过去多厉害多厉害，这就叫个人崇拜嘛。所以我猜这个是一个争议焦点。好。那你说我要个人崇拜，为什么？因为我要武统台湾。那大家就想说，你是真的要武统台湾，所以搞个人崇拜呢，还是因为你想继续连任才搞个人崇拜？然后你说你要武统台湾呢？一个借口，这只是借口。大家会说，邓小平在1980年就说反霸统一四化是80年代的3大目标。邓小平现在做国20年了，结果呢，现在反统一在哪里？不是就过去了吗？所以大家讲说你是又在骗我们，所以这个东西会是一个问题。那么不管怎么说呢，习近平要拿这件事情当他巩固权力的正当性，不过看起来大家不很买账，所以不很买账，按照中共规矩就会斗。那么明年开20大，所以我刚刚讲我说你那话讲很有道理，6中是20大前哨战，这次习近平是过去了，因为6中毕竟开了。公报也发了，然后决议文也出来了，然后看起来都还有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前面不是说了吗？他整这个地方官整了一堆，
军人整了一堆，政法系统现在还在整，还没整完。为什么整政法、整军人呢？因为有暗杀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现在看下去，将来还会有斗争。斗争的可能性有几个：第一是习近平去整人家，第二是反习派去整习，这第一个高层的。第二就是其他人呢会争什么常委啦，争政治局委员啦，甚至争中央委员都会斗。除了3个之外，会争总理跟副总理，争4个直辖市的书记，然后争党内的中组部、中宣部跟政法委。所以大家有的争的，大家不用担心。共产党呢就是斗争起家，然后斗争结束。所以从现在开始到明年20大以前呢，我们保证有好戏可以看。这个当然就是不同国家体制的部分了。刚刚提到了，有人在笑我们这个民主哦，吵架，立法院吵架打架，其实中共玩这一套，这个暗地里，我觉得那个血腥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对啊，那这有是较好的体制吗？那我想值得大家好好来思考啊。我们今天很谢谢明居正老师哦，其实算是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完整的针对有关历史啊3份历史文件的一个决议的内容哦，很清楚的做一个说明交代。我想这个对于尤其是台湾的朋友来讲，更清楚这些脉络，我觉得知己知彼啦，我们才能更好的找到自己台湾在应对的这些策略跟方式哦。那今天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明居正老师带来的分享。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帮我们转传、订阅、按赞、分享。那也欢迎大家留言，祝大家平安、健康、顺心，谢谢。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